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关于台积电会不会变成美积电的新闻越来越密集？这不是台湾人自己吓自己，而是美国在一招一招下棋。每一步看似正常，背后都透着步步紧逼的算计。当你把这些线索拼在一起，会发现整个局面就像一锅慢慢升温的热水，青蛙已经跳不出来了。故事从一个看似普通的宣布开始。3月12日，国务院台办的例行记者会上，有人提问，美国总统川普和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共同宣布，台积电将在美国再投资至少1000亿美元。这个数字一抛出来，立刻让岛内炸开了锅。大家心里的第一个问号是，为什么是1000亿？第二个问号是，这到底是自愿还是被逼的？台湾执政当局第一时间否认，说这是企业自主决策，政府事前并不知情，甚至还安抚舆论，说这对台湾产业是好事。可问题来了，如果真是好事，为什么岛内的股市和媒体几乎是用恐慌来回应？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这背后不单单是投资问题，而是台积电可能正在失去自己的命运。你要知道，台积电可不是一家普通公司，它撑起了台湾40%以上的出口额，几乎每10块外汇收入里就有4块是它带来的。更关键的是，它的技术全球领先，特别是2奈米、3纳米的制程，别人追赶不上。这就是台湾赖以为傲的西顿，一旦美国伸手要掏空它，台湾的底牌也就被翻开了。更耐人寻味的是，台积电这次的宣布并不是孤立事件。早在拜登时代，美国就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拿出数百亿美元的补贴，把台积电哄过去建厂。当时魏哲嘉其实说得很直白，在美国设厂成本更高，效率更低，如果不是补贴，他们没理由去。但话音未落，补贴就像胡萝卜一样甩过来，条件是必须把先进产能搬过去。于是亚利桑那的第1、第2座晶圆厂一个接一个动工。到这里还只是利诱，真正的威逼是川普上台之后。川普从来不会言，他要的就是制造回流。于是他把关税这张牌直接拍在桌上。你不来美国投资，那好，从台湾出口到美国的芯片，我就给你加征100%的关税。想想看，台积电90%的客户都是美国公司，如果真的被征关税，那简直就是扼住了咽喉。台积电还能不来？这就是典型的双管齐下，一边给你补贴哄你过来，一边挥舞关税大棒，逼你不得不过来。结果就是台积电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加码投资，从最初的120亿美元到400亿、650亿，再到现在宣布的1650亿，甚至被川普口头加码到2000亿美元。就像当年他逼软银孙正义一样，你投500亿不够，再加1000亿还不够，2000亿。这是一种利诱加威逼的连环操作。你可能会问，那美国到底想从台积电身上拿走什么？答案有2个，第一是产能，第二是技术。产能搬过去，就等于把就业、供应链全都留在美国；技术过去，就等于把台湾赖以为傲的西顿一点点掏空。别忘了，美国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当年日本东芝被逼退出关键技术领域，法国阿尔斯通被迫卖身通用电气，套路如出一辙。今天台积电走的路简直像是历史在重演。而且美国这次的动作比以往更狠。你看补助款怎么发，不是单纯给现金，而是补助加股权模式。什么意思啊？就是钱我可以给你，但你得拿股份来换。这就像黑道查干股，一旦成真，台积电就不再完全是台湾的台积电，而是半个美国公司的子公司。台湾的国发会虽然还握着 6.38% 的股份，但如果美国插进来，那点持股简直不堪一击。这里还有一个悬念，美国到底是要直接入股，还是通过基金间接持股？这个答案至今没有明说，但市场已经提前感受到含义。
就像当年美钢收购铁矿时，官方口径说是合作，可最后结果是美国控制了命脉。历史的剧本并不会精确重演，但逻辑几乎一模一样。于是一个新问题浮现，如果台积电真的逐步被美方掌控，台湾还剩下什么？台湾政坛有人说不用怕，这是正向发展。可这种说法太过天真，因为美国要的从来不是帮你壮大，而是把你掏干。芯片这种战略级产业怎么可能留在海外？只要台积电的关键环节一旦在美国落地，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战略价值就会急速下降。到那时，台湾还拿什么当西盾？最让人担忧的是，岛内政党和美国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合作，而是利益捆绑。台湾执政当局为了以美谋独，不断把台积电往美国推。他们嘴上说这是企业自主，实际上是拿产业换政治庇护。短期看似获得了安全感，但长期等于亲手把自己的护身符交出去。真到了那一天，美国会因为同盟情谊而保护台湾吗？不会，他要的只是技术和利益。台湾从棋子到弃子的转变只是时间问题。如果说第一笔在亚利桑那的120亿美元投资还可以解释为试点，那之后台积电的一系列动作就完全不像是企业自主，而更像是被迫的迁徙。先看时间线，2020年，台积电宣布将在亚利桑那州建第一座晶圆厂，预计投资120亿美元。当时魏哲家对外说得很谨慎，说这是应客户需求，但行内人都清楚台积电的大客户是谁？苹果、英伟达、AMD、高通全是美国企业。如果美国政府暗示这些客户最好推动台积电在美国设厂，那台积电根本没有拒绝的空间。3年后，剧情急转直下。2023年，台积电追加投资，宣布在亚利桑那再建第2座晶圆厂，总投资额一下子冲到400亿美元。岛内舆论当时就开始担心，这是不是意味着台积电正逐步把先进制程转移到美国？魏哲家当时还公开说，台积电在美国设厂，成本比台湾高出至少5成。这句话其实已经是在喊冤，但问题是，他喊冤归喊冤，工厂还是得盖。到了2024年，芯片与科学法案落地，美国给出明确条件，补贴我可以给，但你必须把关键产能和研发搬过来。于是台积电又宣布在美国建设第3座晶圆厂，投资额累积到650亿美元。补贴听起来很诱人，66亿美元现金补贴，50亿美元低息贷款，162.5亿美元税收抵免，但这背后附带的条件才是杀伤力最大的。美国要的不只是产能，而是对台积电未来研发方向的话语权。再到2025年，川普重新上台，他没有像拜登那样继续玩补贴加合作的套路，而是直接亮出关税这张杀手锏。先是对拉美、墨西哥商品加 25% 的税，然后迅速扩大到半导体，最高税率直接喊到 100%。 意思很明确，你台积电不搬来美国，就别想在这里做生意。对台积电来说，这已经不是选项，而是生死攸关的命令。于是我们看到，今年3月，魏哲家和川普站在白宫一起宣布，台积电追加投资1000亿美元。这个数字一出，台湾股市立刻暴跌，半导体相关类股几乎全线重挫。为什么？因为市场瞬间读懂了背后的逻辑，台积电已经不是部分产能转移，而是一步步走向战略出海。换句话说，台湾赖以为傲的护国神山正在被一点点搬空。更讽刺的是，就在台湾民众和投资人恐慌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却在第一时间定调，说这是一件正向的事。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台积电在美国投资可以强化台美合作关系，从而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听起来冠冕堂皇，但问题是，这种说法对产业界几乎毫无说服力。
因为产业界最清楚，一旦先进制程产能和技术转移到美国，台湾的独特优势就会大打折扣。岛内的财经媒体很快指出一个关键点：台积电最大的股东是台湾的国发会，持股 6.38%。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而美国这次的动作很可能会通过补贴换股权的方式插手台积电的股权结构。想象一下，如果美国拿到哪怕 1% 的股份，意味着什么？这不仅仅是财务上的分红问题，而是政治上的筹码。未来美国完全可以说，作为股东，我有权要求更多透明度，甚至参与公司治理。到那时，台积电还是台积电吗？市场的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投资人不傻，他们看到的是台积电未来可能逐渐去台化。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这意味着台湾本土股东的影响力会被稀释，台积电越来越像是一家美国公司。难怪岛内舆论直接喊出台积变美积电，而且还不是假设，而是一步步正在发生的现实。美国的套路很清楚，先用补贴诱惑你，再用关税逼迫你，最后通过资本市场和股权结构把你锁死。等到你反应过来时，核心技术和话语权早就不在自己手里了。今天台积电的处境就是这个剧本的新版重演。这里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玩味。就在美国媒体放出考虑入股台积电的消息后，台湾股市立刻应声下跌。有人问，美国商务部官员是谁？没人说得清。有人问，是不是确定会入股？官方也没确认。但仅仅是一个风声，就足以让市场信心崩溃。为什么？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美国的战略目标从来不会变，他不会满足于合作建厂，他要的是控制权。而台积电内部呢？魏哲家其实并非不清楚风险，他之前多次强调，美国设厂成本高，效率低，不可能像台湾那样顺畅。可问题是，他即便明知道是陷阱，也不得不跳进去，因为这已经不再是商业选择，而是政治选择。对台积电而言，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鸿门宴。事情发展到这里，悬念就来了，台湾还能守住什么？如果台积电真的变成美积电，台湾赖以为傲的西顿就会失效。过去，台积电之所以能成为台湾的安全筹码，是因为全世界都离不开它。美国要依赖它，大陆也离不开它。正是这种卡位，让台湾获得了战略缓冲。但如果未来美国把产能和技术搬走，台湾就会失去这个独特地位。到那时，台湾在国际政治棋盘上的位置，只剩下被利用和被抛弃的命运。很多人问，美国真的会入股台积电吗？有人说不至于，毕竟台积电是台湾的命脉，美国要的是产能，不会去碰股权。可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美国最擅长的就是温水煮青蛙。一开始，他们可能会强调，我们只要投资回报，不会干涉公司治理。听起来很无害。但等到台积电逐步在美国落地，补贴换股份的模式一旦成型，美国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要求更多权利。比如，要求设驻厂代表，要求在公司董事会拥有一个席位，每一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慢慢来。等到大家发现不对劲的时候，控制权已经悄悄一手。这种剧本不是第一次上演。当年法国的阿尔斯通就是这么被温水煮青蛙式的收编。先是合作，再是股权，最后整个能源业务被美国通用电气吞掉。日本东芝的半导体部门
同样被各种法律与金融手段逼到卖身。美国的逻辑很清楚，你有别人没有的核心技术，那我一定要拿走，哪怕过程要10年、20年，我也会慢慢掐紧。所以，当台湾当局安抚民众，说美国只是想要投资，不会干涉治理时，很多人都嗤之以鼻。因为大家都清楚，美国要的不只是产能，而是对整个产业链的主导权。再看对比，台积电不是唯一被盯上的，三星和海力士同样在美国的视野里。川普政府点名过，除了台积电，三星和海力士也得把先进制程放到美国来。但问题在于，韩国政府的态度和台湾完全不一样。韩国国内舆论很强烈，认为美国这样做是违背承诺。因为最初美国说得很清楚，补贴就是为了支持你在美国建厂，并没有提到要入股。现在突然改口要换股份，韩国社会直接炸锅，这不是变相强制收购吗？更何况三星是韩国经济的支柱，任何涉及股权的动作都需要政府批准。韩国政府虽然没有明确拒绝，但至少摆出了你别太过分的姿态。反观台湾这边，当美国一放出风声，岛内当局的态度却暧昧不明，既没有坚决说不，也没有为产业界争取更多条件。相反，他们更像是在等美国的指令，然后再告诉台湾民众，这对我们是好事。这种态度让很多产业人士心里发凉，因为他们明白，这意味着台湾的产业利益随时可能成为政治的祭品。市场的反应是最诚实的。就在美国媒体报道可能入股台积电之后，台湾股市立刻暴跌。有人统计，当天台股蒸发掉的市值超过1万亿新台币。这说明什么？说明投资人已经用脚投票，他们担心的不是补贴多少，而是台积电未来会不会去台化。一旦美积电成真，台湾本土投资人就是最大的输家。更微妙的是，这种担忧不仅仅局限于股民，岛内的工程师、科研人员也在担心。因为随着更多产能和研发部门搬去美国，本土的高端人才势必也要跟着过去。长远来看，台湾的半导体人才库会被掏空。过去护国神山的意义，不只是产能和利润，更是人才聚集。一旦人才流失，台湾就失去了最根本的竞争力。我们可以把整个逻辑链条拼在一起。第一步，补贴诱惑，拜登时代用芯片与科学法案哄你过去，说有钱有补贴，你来建厂。第二步，关税威逼，川普时代直接亮牌，不来就100%关税，逼你不得不过来。第三步，股权渗透，一旦补贴换股份的模式成真，美国将逐步伸手，最终拿到治理权。这一套操作看似慢慢来，实际上环环相扣，每一步都有合理的借口，但合在一起就是温水煮青蛙。台积电可能还在告诉自己，我们还是台湾公司，可外界已经开始叫它美积电。语言上的转变往往就是现实的预言。这里就要说到一个关键的矛盾，台湾政党和台湾民众的立场完全不一样。民进党当局为了以美谋独，不断把台积电往美国推，他们要的是政治庇护。对他们来说，哪怕牺牲掉产业，只要能换来美国的安全承诺就值得。但普通台湾民众想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护国神山，难道要被一点点掏空吗？这种恐慌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台积电失去独特性，台湾就不再有安全感。国台办的回应其实点破了核心，美国步步紧逼掏空台积电，民进党当局任人予取予求，何曾把台湾同胞的利益放在心上？这句话听起来很尖锐，但仔细想想，确实直指要害。因为民众担心的不是今天股价跌多少，而是未来台湾会不会从棋子彻底变成弃子。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台积电真的变成美积电，台湾还剩下什么？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但已经成为悬在整个社会头上的问号。有人说，台湾还可以发展其他产业，比如生技、绿能。但说实话，这些产业的规模和影响力根本不能和半导体相比。台积电就像是一棵参天大树，遮蔽了整个台湾经济。一旦这棵树被移植，剩下的都是小草小花，根本撑不起风雨。更残酷的是，美国不会因为你亲美就永远保护你。历史上，被利用完就被抛弃的案例比比皆是。今天美国要的是台积电的产能和技术，等它在美国复制出一个美版台积电，台湾的战略价值就会被削弱。那时候，台湾还能拿什么与世界讨价还价？在台湾，台积电一直被称为护国神山。这不只是一个经济概念，而是一种心理安慰。意思是，只要全世界都离不开台积电的芯片，就没有人敢轻举妄动。美国要它，大陆也离不开它，欧洲、日本同样依赖它。台积电就像一个巨大的保险箱，替台湾锁住了安全感。可问题是，这座护国神山正在一点点被削平。你去看股市的反应就知道，过去10几年，台积电的股价几乎是一条上升曲线，甚至带动整个台股成了世界股市的奇葩。但最近，每当传出美国可能入股台积电加码美国投资的消息，股价就立刻下挫。投资人很现实，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利润可能被分走，核心技术可能外流，台湾的产业护城河正在被掏空，市场的信心正在一点点消散。而这种信心的消散，比数字上的损失更可怕，因为台积电不只是赚钱机器，它承载着台湾人的安全感。一旦这层安全感破碎，整个社会都会陷入恐慌。就像这几个月，台湾股市几乎每一次大跌都和台积电有关。媒体甚至形容，台积电的股价已经成了台湾社会的心理温度计。股价跌，民众的安全感也随之下滑。那美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有人可能以为，美国只是想要更多的就业岗位，更多的投资。其实不然，美国真正要的是把台积电变成自己的地缘政治筹码。想象一下，如果未来世界发生冲突，美国手里有了美积电，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先进芯片供应在我这边，台湾那边的产能已经无足轻重。这样一来，台湾从被全世界保护的西盾，瞬间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小棋子。这种地位的转变才是最致命的。而且美国的操作并不是即兴的，而是长期战略。先是拜登用芯片与科学法案铺路，把补贴和税收优惠当作糖衣炮弹，接着川普用关税大棒把台积电一步步逼到墙角，再往后就是股权渗透和公司治理的介入。你以为只是商业操作，其实每一步都是政治算计。台积电不是单纯的企业，而是美国在全球战略棋盘上的关键一子。台湾社会对这一点的担忧正在发酵。你去看岛内的媒体评论，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财经界几乎一致唱衰，政治界却在拼命粉饰。财经评论员说，台积电可能会去台化，工程师担心人才会被掏空，投资人抱怨护国神山正在崩塌。可政治人物却在说，这是台湾与美国深化合作的象征，是好事。这种割裂正是台湾目前最大的矛盾。更让人感到寒心的是，岛内当局似乎并不打算为产业争取利益。面对美国的层层要求，他们不是据理力争，而是配合演出。比如这次宣布1000亿美元投资，当局事后才说我们事前并不知情。问题是，你真不知情吗？还是假装不知情？这种推诿只会让民众更加怀疑，台积电到底是台湾的企业还是美国的企业？这时候，我们不妨再拉远一点视角。台积电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它掌握着全球最先进的制程，2纳米、3纳米的技术，不是一般国家说做就能做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台积电搬过去，因为一旦台积电的先进产能在美国落地，美国就等于多了一道护城河，而台湾则少了一张王牌。有产业人士直言，美国真正的目标是让台湾只剩下成熟制程，把高端产能和人才全部吸走。换句话说，台湾未来可能只剩下低端芯片市场和大陆在价格战里拼杀，而美国则独占高端市场，成为芯片领域的绝对寡头。这才是美积电3字背后真正的恐怖之处。那么问题来了，台湾能怎么办？有2条路，但都不好走。第一条路是继续依赖美国，换取所谓的政治庇护，但这条路的代价就是产业被掏空，最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第二条路是尝试自救，保持台积电的核心在台湾。但现实是，美国的压力越来越大，台湾政坛又缺乏独立自主的意志，这条路几乎走不通。所以你会发现，台湾正陷入一种两难：拒绝美国，担心失去保护伞；依赖美国，又等于主动交出护国神山。这种困境没有简单的解法。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把整个视频总结成一句话：台积电正被美国一步步收编，从产能、人才到股权，最终可能彻底去台化。而一旦美积电成真，台湾不仅失去经济支柱，更失去最后的安全感。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说，台积电变美积电，恐怕不只是噩梦，而是正在上演的现实。回头看这一连串的发展，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所谓的护国神山正在被一步步拆解，而过程竟然如此自然，如此顺理成章。有人说，台积电就算去美国投资，核心还是在台湾，不必担心。可别忘了，历史上有太多前车之鉴，法国的阿尔斯通、日本的东芝、英国的安姆，哪一个不是以为自己还能保有自主，结果一步步被掏空？美国的长臂管辖、金融手段、法律工具，哪一样不是为了最后的完全控制？今天台积电面对的就是这种巨大的漩涡。更残酷的是，台湾政坛在这一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制衡能力。民进党当局为了以美谋独，选择配合到底，把产业当作筹码，把台积电推到华盛顿的棋盘上。他们嘴上说这对台湾是好事，可心里难道不清楚，这其实是饮鸩止渴。当台积电的护国神话被击碎，台湾还剩什么能拿来换安全感？这才是岛内民众最深的恐惧。大家心里很清楚，如果有一天美国真的在本土复制出一个美积电，那台湾的西盾就会彻底失效。过去能让台湾在国际棋盘上多一点筹码的底气，到那时将荡然无存。台湾不再是不可替代的棋子，而会被随时抛弃的弃子。这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残酷的必然。所以台积电、美积电绝不是一句调侃，而是一声警钟。它提醒人们，在大国博弈的洪流中，小岛的产业再强大，也难以抵抗地缘政治的裹挟。如果不能守住核心技术与战略自主，所谓的护国神山只会变成别人棋盘上的筹码。最后想留一句话，台积电的命运不只是企业的命运，它折射的是台湾的未来。今天的选择决定的是明天的结局。如果继续在以美的幻觉中麻醉自己，那么所谓的西盾只会一步步碎裂，到头来连最后的安全感都保不住。到那时，美积电的噩梦就会成为所有台湾人的现实。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